我是趙少康，歡迎來到 TBS 少康戰情室。今天在我們現場特別訪問的是台北市長蔣萬安，萬安市長好，超哥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是7月25號，這是後天了，晚上傍晚了5點到8點啊，要上街頭啊。那就是說到現在為止哈，就是說這個大家很關切，因為人數也蠻重要的嘛哈，因為人多表示大家關心這個毒油的事件哈，而且人越多聲音也越大嘛，特別在總統府前面凱道，我昨天也講說，最好賴清德能夠去看看人民的這個怒氣啊，聽聽人民的怒吼哈。那是不是王安再講一下，為什麼你發動這樣的這個人民的集會？好，在一開始跟大家說明為什麼725呼籲大家站上凱道之前，我要送趙大哥一件白色的 T 恤，是哇，因為這一次我們希望所有站上凱道的朋友都可以穿上白色的衣服，超越黨派的衣服，对，可以分享彼此，大家都有共同理念，捍衛食安，捍衛民眾，捍衛我們的下一代的健康。好，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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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這一次之所以我們呼籲所有的民眾在7月25號站上凱道，最主要是民進黨政府在處理這一次毒油事件荒腔走板。其實這整起事件6月30號衛福部接獲通報之後，在7月3號食藥署的記者會，卻不願意公布下游業者的名單。我想這件事情是讓人民最憤怒的。你就是蓋牌，如果這不是蓋牌，什麼是蓋牌？另外，當我們地方政府在第一時間全面的稽查，而且擴大預防性下架的時候，結果中央食藥署它卻決定只下架部分有問題的油品，就做一個20%的標準，到現在沒有會記錄，也沒有公布專家學者是誰，所以這些事情讓民眾非常的不可思議。所以地方政府我們第一時間，我們不只針對有問題的批號，我們甚至擴大，只要是品項有疑慮的，我們都全面擴大預防下架，而且我們也去清查，包括團膳業者到底有多少流向校園。所以種種這些蓋牌護航，甚至到現在已經進入第4個星期。中央政府還是沒辦法很清楚告訴大家，到底是什麼原因發生這樣一級致癌物，都是猜的推測，這樣都在推測，都已經過了3個星期，進入第4週。那也讓我們回想2014年當時發生地溝油的時候，民進黨政府是用什麼樣的標準在檢視？今天我們不是用新的標準，我們就用民進黨當時基本上你們同樣的標準，他要求當時馬政府3天內公布完整的流向，但今天已經到第幾天了？結果你連原因都查不清楚，你是無能查出原因，還是不願意公布真相？你認為為什麼這麼久了？到底我們專家也很多啊，政府專家、學校專家、各這個地方我們看很多的大學，其實在各地方都有大學嘛，他們也都很多專家，為什麼到現在為止搞不清楚原因，都是猜測呢？所以這整起事件，包括一開始不公布業者名單，到後來不願意全部的下架一部分，到今天為止，他們最近才成立調查小組，前天才第一次進場去做調查，都已經過了3個星期，這很奇怪，對。所以民眾有滿滿的疑慮。到現在中央政府，我們看到的作為是去檢討地方政府，檢討人民，去檢討在野黨。民眾要的就是說，你好好的處理食安的事情，查明原因，公布流向，告訴大家事情的真相是什麼，但卻選擇一再的掩蓋。所以我们看到民進黨黨公職他們的發言卻非常的莫名其妙，包括說又不是我逼你吃的，包括說那你不要吃雞排，包括說那多喝水就可以排掉，種種這些慢慢累積，民眾已經再也受不了。他是擔心追究他自己的責任，還是擔心影響到跟他關係比較好的業者？到底怎麼回事？所以現在大家就在談嘛，比如說包括這一次出問題的不只是中聯，然後下面福壽、福茂還有這個泰山，發現這一次有接受調查的業者的老闆，怎麼隔幾天他交保卻跟賴清德總統一起合照？種種這些到底有什麼難言之隱？為什麼拖了這麼久不願意調查清楚？而且到現在，民進黨政府竟然急着要上架。前天我們去行政院會參加食安法修法的一個會議，就當天我們就說，為什麼衛福部突然說要19批的問題油品，把它重新上架？我們地方政府父母官的立場，我們認為在沒有釐清相關安全疑慮之前，
我們絕對堅決重新上架。所以這是我們最基本的立場，這也是民眾的期待。所以我也實在無法理解為什麼查了這麼久查不出個所以然來。那每天就只是在批評民眾，說上街頭是你們無知，說到時候上街頭是如喪考妣。我覺得這些都是讓民眾這個憤怒這種怨氣慢慢累積，才會決定說，那我們要站上街頭，才能夠改變現在中央政府這種一再的掩蓋、一再的拖延、不願意公布真相的作為。對，这點我是我一直很納悶，不是沒有人才啊，台灣人才很多啊，尤其農化啦，這方面的人才很多，到現在為止搞不清楚怎麼回事。那你也叫立法院去拜訪了韓院長嘛，對，拜訪韓國瑜，那也邀請他7月20號上凱道啊。那你說希望食安法修法列優先，要不要講講食安法現在哪些地方需要修？所以我們其實地方政府當時盧少也號召我們先召開一個食安的線上會議，所以當時我們提出了很多對食安法修法的建議。其實，在上個週末也特別到台中去跟盧市長、還有雲林的張麗善縣長、基隆謝國樑市長，我們一起交換意見。當時我就提出，包括第一個，其實這一次我們發現，在食安法整個架構下是讓業者自主管理，但很顯然自主管理已經形同虛設。另外，即時通報的機制也很顯然被業者架空。這一次我們看到自主檢驗結果呢，層層通報，然後6月15號有一個會議，結果他們自己業者先開一個會，然後自行就決定說，不停產，持續驗，才拖延這整個通報程序。所以，如何做好源頭管理，怎麼樣強制要求中上游業者以及檢驗單位，當你獲知有任何超標或者違規的情形，即刻的通報。我覺得這點是非常重要，也是食安法修法的重點。第二個，我們也站在地方政府，現在中央的食安通報平台其實應該要再強化。也就是說，我們現在只是地方政府跟中央這個平台對接，有任何異常現象我們及時的通報。但是我們希望當食安事件發生之後，各縣市政府，包括台中、台北、桃園、雲林、彰化等，我們所有的訊息在這平台，大家彼此可以同步的掌握。所以以這一次為例，台中市政府掌握的名單，即刻通報台北市政府，我們才可以在第一時間即刻去全面的清查，趕快的下架，而且追查流向。所以如果未來這個平台所有的訊息大家都可以看到，那我想对於我們在第一時間即刻的應變會更有效率、更快。第三個，我們也提出，其實當台灣已經強調我們是一個 AI 科技島的時候，其實地方政府我必須講，我們在做全面稽查的時候，還是仰賴大量的人工去一一的查對比對，這是非常耗時耗力的。都過了這麼久，我們過去發生這麼多次食安事件，也提出呼籲，比如說我們是不是可以用電子發票或其他的方式，能夠未來一旦發生像這一次毒藥案件的時候，即刻的透過電腦系統一鍵，馬上的追溯到源頭，而且清清楚楚查到流向。這也是在前天食安會議上面我也提出相關的建議，也就是不止衛福部，其實財政部啦相關單位大家一起都要進來把這個機制建立。所以我們地方政府有很多具體的建議，但是趙哥我必須講，前天的食安法修法會議，陳松政委主持，我們卻非常的失望，也非常的訝異，行政院對於這次食安法修法是如此的倉促跟草率。我必須這樣說，因為到了現場，各部會之間彼此的意見還不一樣，他們自己都還沒搞定，裡面一條一條還在做文字修正，還在討論。那你要我們6都首長去現場，我們還陪着你文字修正，耗了我們2個多小時。那後面的行程很耽誤，所以其實當天我已經跟韓院長約好，我就說，參與完會議提出建言之後，我也希望立法院拜託能夠讓食安法修法成為優先的法案，趕快的通過。那當然也拜託韓院長可以發揮影響力，他以立法院跨黨派超人的立場，號召民眾關注食安，725都可以上凱道。所以韓院長也允諾，他725他願意站出來為民眾發聲。剛剛汪安市長講的沒錯了，國民黨現在要求的，或者汪安要求，就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嘛。你當時怎麼樣要求的？我只是用同樣的標準要求你嘛。好，那麼另一點，台中市副市長鄭肇興昨天傳一個資料給我，他說他們在這個上次這個發生事情的時候，他們就曾經建議中央說，雖然現在委託第三方檢驗，發生問題第三方就應該立刻通報主管機關，現在不是嘛？基本我委託你，對不對？我給你錢，你檢查以後呢，你有問題你告訴我，而你們自己糊弄在把它摀在一起，不向政府報告嘛，所以外面不會知道嘛啊。
那剛剛提到說，現在 AI 已經這麼發達了，其實哈，他現在在下面這樣查這個廠，那當然查是有必要，但他現在也不過就是3個大廠嘛，就是台糖、中聯跟那個大同意嘛，對不對？這3個就占了差不多將近100%了嘛。那你這3個，我就講說，你就算盯住這個廠，每天都派人檢查這個廠，3班檢查你，也不過就9個人嘛，這有什麼了不起呢？你在下面幾萬家去查，那查很累的。你抓源頭，這個打蛇打7寸，對不對？喉嚨一抓，這3家就是3家嘛。假如你有3萬家、3000家，你很難查，就這3家，怎麼會不能查呢？所以我覺得說不能查，我覺得是沒有道理的。所以其實我一開始我就有呼籲中央政府，不只是針對這次出問題的中聯油脂，它這個系統啊，下面這3家相關的流向要去查、去檢驗。就像趙大哥講的，我那時候也呼籲，包括其他，包括台糖啊幾個這些原油的廠商，也要去檢驗、去查。不是說今天沒有發現問題哦，那我們就覺得它就沒有問題，而是你要符合民眾的期待，你要去看看到底有沒有問題啊，去驗啊，去查。但是到現在中央政府都沒有動作。好，那麼這個因為你邀請韓國瑜去哈，卓榮泰還反嗆韓國瑜哦，說你總預算審完了沒有？沒有審，這2回事情，這有什麼？這是2回事情嘛？禮拜6的5點去查，跟那個總預算有什麼關係呢？啊？那不過今天民眾黨的新店的議員參選人李勝德，他們也聯繫的這個民眾黨的議員也支持啊，說呢跨部會食安機制失靈，所以呢卓榮泰也應該現在賴清德也不道歉，卓榮泰不下台，好，大家就混在這個地方哈，好不好？這個所以鄭麗文也批評賴總統是務實台獨工作者，務實台獨工作者，也鼓勵725呢要去這個上凱道啊，幹嘛呢？其實是希望能夠撼動傲慢的民進黨。哦，真的到現在為止，民進黨賴清德道歉嗎？沒有啊，對不對？那這個卓榮泰好像沒事一樣啊。哦，你休息一下再回來。好，蒋萬市長呢，他在這裡啊，很誠懇的邀請大家7月25號，就是禮拜6，就後天下午了，對，5點啊，上凱道啊，發出人民的怒吼哈。那另外呢，因為中聯有19批油嘛，原來是下架了哈，那現在重新上架，所以這一黨就質疑。那施崇良剛剛說呢，他說這些成品都安全，放心，不要擔心啊。那另外呢，蔣萬有說哈，說沒有真相就沒有上架啊。那這個盧秀燕也有疑慮。萬安市長也有疑慮哈，那另外呢，這個萬安也說，開學前完成專案稽查，每個月都要抽查油品，要不要講講看？就新的措施是怎樣？好，我想首先哦，我還是提一下，就是這一次發現的一級致癌物，它叫苯鈿銼。那我們看到，其實很多專家學者已經指出來，也就是在美國的國家衛生院已經指出，也就是讓實驗室白老鼠要催生出癌細胞，他們是用苯鈿銼。好，所以這個到現在中央政府面對一級致癌物質，為什麼會造成這一次油脂超標，到現在說不清楚。另一方面，台北市我們在全面稽查的過程當中，這一次已經有很多民眾吃下毒。那我們最關心的，也就是相對脆弱的，包括孩子、學生。所以我們全面清查以後，其實台北市這一次到目前為止，125所學校以及幼兒園。受到影響，也就是這一次有使用到問題油品的。那我們以上一次2014年地溝油事件，當時全台只有39間學校受到影響，但這一次目前了解，全台已經有1300多間學校受到影響。所以這一次的事件，它的嚴重程度、影響的範圍層面是比上一次還要多，非常非常多。所以我們看到 WHO 也認為這一級致癌物，為什麼我要強調一級致癌物？如果大家還有印象，上一次前幾年我們發生蘇丹紅，即刻全面下架，大家非常的擔心跟憂慮。那時候是3級致癌物蘇丹紅，但這一次對是1級致癌物苯鈿銼，所以而且還第一時間驗出來超標4倍，還8倍。所以這個事情我不了解，也無法理解為什麼中央政府慢慢吞，還在掩蓋護航，而且現在還急着上架。當你真相都沒釐清，你調查小組才剛進場，所以。剛趙大哥也問我實在無法理解，也不禁讓民眾懷疑，這到底中間有什麼貓膩？為什麼
不敢公布真相，不趕快調查清楚，不去趕快釐清事實，卻反而急着上架。對，因為我講嘛，台灣的專家是很多的，化學也好，農化也好，我知道都很厲害。我們在大學很多同學很厲害的研究這些東西啊，學者也很多嘛，而且國際有很多資料啊，這不是我們發明的，說這個超標，歐盟啊什麼資料很多嘛，他一定有很多學術上的研究哈。那這個為什麼啊？我想一方面大概他怕是不是萬一搞大了，那個影響更大，他一發不可收拾，沒有辦法，還是有什麼業者的利益跟他有什麼關係？我不知道，好，就很奇怪了哈。那另外呢，這個所以因為下游業者可能會影響生計，所以經濟部已經要提供3000萬融資，而且幫助下游業者求償，他可能要跟上面求償。所以我想他們可能也擔心這個，也不知道範圍會有多大哈。那這個說行政院這個食安法修法草率哈，那蔣萬安說有一個重點叫還可以限期改善，要不要講講到底怎麼回事？對，應該是星期二的時候，我們參加行政院這個會議。那衛福部食藥署他提出的版本內容當然特別我們關注的就是說這一次怎麼樣要求通報，必須要落實，而且源頭做好管理。那也就是說，我們提出的建議就是包括業者也好，或者是實驗室檢驗單位，當你一旦知悉或發現有任何超標或是食安異常的時候，你要即刻的通報，不是像這次事件層層通報，然後業者自己開會討論做決定。那結果我們看到他的罰則，還只是說那你實驗室發現有異常、有問題的時候或超標，你還可以限期你改善並沒有課予他任何的責任所以這才是我們這一次認為你提出的修法版本，到底是站在人民的立場，還是站在業者的立場？這當然就即刻開罰、重罰。那這些不管實驗室業者也好，他才會覺得說，我有責任，我要即刻通報，我要這個讓民眾知道，趕快讓政府單位了解去掌握。所以種種這些我覺得都讓我們匪夷所思。你到底是走過場、走形式，還是為了避免讓民眾725上凱道目前只是把它淡化，說我有討論修法，看起來他們就只是要走個形式過場，然後呢告訴大家說我們有討論修法，但實際修法的內容卻都還是站在業者這一方。我覺得你講的跟我猜的一樣其實當你呼籲說725上凱道，我就說如果我是民進黨政府，我一定想辦法在這個禮拜想盡辦法提出新的法律啦、新的罰則啦，或者抓幾個人來關啦，然後呢來抵消你的這個呼籲就看起来做得很爛啦，弄了半天也沒有達到效果嘛，對不對？對，所以我覺得站在不管是地方政府父母官的角色，或者一般民众對這麼重大的食安事件，其實我們很卑微的一個要求是，那你政府好好趕快把這件事情處理好，就是啊，查明真相，公開透明。但已經快1個月了。那我們看民進黨政府的做法是，凡事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然後呢，派所有的黨公職出來檢討人民，檢討在野黨檢討地方政府，一切卸責。所以我剛剛講，2014年當時民進黨的標準，我用你自己的標準賴清德總統當時說什麼？地方政府完全沒辦法解決，總統你只是在卸責、推卸責任，而且說總統要召開國是會議。那賴清德總統你現在開了國是會議沒有？而且當時他們的訴求也是總統道歉，院長下台。當時民進黨立法院黨團也好，看到陳其邁他就講說，如果讓這樣的院長繼續在這個位置上面擔任食安會議的主席或相關會議的來主持，那是台灣之恥。蔡其昌那時候也說，當時處理食安事件真離譜到人神共憤。今天我也只是把這樣的標準同樣套用在這一次更嚴重的食安事件，我只是把原話還給民進黨，他卻發動一切的力量去攻擊地方政府，而且你已經執政10年，人民給你機會執政10年，結果你現在還在推卸責任，而且把所有的責任推給地方政府，這是讓人民最無法接受，才會希望到725上凱道發出怒吼。如果我們不站出來，就無法改變民進黨這個政府的傲慢跟不作為。如果我們不站出來，無法改變現在持續掩蓋、急着上架的作為。如果我們不站出來，就只是承認，默默的承認台灣人民就是爛命一條。因為今天不管是炸雞排、超商的飯糰，不管有沒有毒油，那我們就只是認命吞下來。
我們讓孩子默默吃下。所以大家一定要站出來，才能改變現在民進黨政府一切消極的不作為。因为这东西只有政府能把關嘛，人民能怎樣呢？甚至業者也不能怎樣啊，就下游的業者哈。那中央一直說是地方責任，地方責任，是孟安市長講一下，中央地方的權責到底是怎樣？這一次影響到全國各個層面，而且從源頭出現的問題，這當然中央政府要負起最大的責任。地方政府我們第一時間掌握，包括業者名單，我們公開透明。當時大家還記得7月3號食藥署說，第二層業者不公布，我堅決反對。我說台北市我們公布這些業者名單，結果卓榮泰院長還說，地方政府你搶快，你為什麼要搶快？那不就證明中央政府你要蓋牌嗎？這都是客觀的事實，歷歷在目。結果到現在，包括賴清德總統，包括卓榮泰院長，矢口否認，公然說謊，說沒有蓋牌，沒有掩護。那這些都是客觀事實，你為什麼不直接面對7月3號的會議？石崇良部長當時有說要公布，卓榮泰說等等等等，緩一緩嘛，是這樣子嘛，對不對？對啊，所以當時就是你的決策嘛，你為什麼現在還要公然說謊呢？所以包括20%這個標準，我當時也是說，不要照這個標準，我們台北市全面下架，不管你含量多少。所以20%沒有道理，那19%、19.9%怎麼辦？18%怎麼辦？沒有錯啊，民眾是擔心有疑慮的，所以蓋牌、掩蓋、護航、包庇，這就是民進黨政府。這民眾就覺得你怎麼處理到現在如此的離譜，所以我才說，如果今天我們不站出來，我們也無法跟我們的孩子、下一代說，我們曾經為了捍衛你們健康，我們勇敢的站上街頭幫你們發聲。而且實際上，為什麼人們要上街頭啊？道理其實也很簡單，有些的確立法院被修個法是可以的。但現在行政院對於立法院的3讀通過法，有些是不附屬、不公告、不執行，真的很多他不幹了，對不對？而且卓榮泰前2天還說嘛，說到這個法我們要不要執行啊？我們要看看，有些我們不收，你不是大法官啊，你怎麼可以這樣子呢？所以基本上那就是人民的聲音是最直接的嘛，真的是這樣啊。其實很多都是靠人民的力量嘛，法國大革命也是靠人民力量啊。很多都是靠人民力量，民進黨在的時候不是也常常上街頭嗎？他也是靠人民力量啊。怎麼到了執政以後，就是說人民不要上街頭了，我不要聽人民聲音了，這很奇怪嘛，對不對？王一鳴委員說衛福部說查驗能量不足，但他說前瞻計劃的時候有50億的食安預算呢，不是沒有錢呢。好，那我們整理了一下，2016年8月蔡英文當時說食安預算明年要提高5成，2016年，2017年7月陳時中說50億叫做新建國家級食藥的實驗大樓，買最先進的武器這個儀器，精進食安檢驗能量。這是2017年7月，11月的時候賴清德說今年食安5環預算45億，明年要編列50億。然後呢，再經過1年半，陳時中說政府呢這個要把苯鈿比的指標進行納管，然後針對相關的食品。2019年他就講了要納管哦。然後2026年說全台現在呢，這個衛福部長說，整個全台合格的實驗室能夠檢查苯鈿比的只有3家，說查驗能量不足，這不是很奇怪嗎？花不少錢呢，都是幾十億這樣花，怎麼弄不出來呢？這不是很奇怪嗎？不是沒錢，也不是沒給他，立法院都給了。所以我剛剛說了，其實人民已經給民進黨政府機會讓你執政10年，你的前瞻預算也編了，你要的相關的建制經費來改善食安也給你了，當時也喊得震天價響的食安5環，也說我們確保食安，但現在看到從核食萊豬到發芽的馬鈴薯、毒蘋果，到這次毒油事件，哪一項民進黨政府有好好的出來誠懇的檢討，向人民道歉，而有任何人為這些食安的事件負起政治責任嗎？我們用同樣的標準，卓榮泰你就是要下台，賴總統你就是要道歉，這人民最基本最卑微的要求。對，我在這邊可以講一點，那媒體也有披露，前天我們參加行政院的修法會議，結果開會了2多鐘到6點多，卓榮泰院長自己也不來主持，然後呢說邀6都的首長喝茶。我在這邊我要講，今天我是要你下台，我不是要喝你一口茶。今天這個政府荒謬到這種地步，所以我實在無法接受。因為我們基層接觸很多的民眾，他們對於這件事情，過這麼久了，為什麼發生毒油事情？這一級致癌物
政府為什麼不好好講清楚？甚至卓榮泰院長在立法院還嗆立法委員，當立委說你要不要好好道歉，他還是死不肯認錯。我今天是來專案報告，我又不是來專案道歉，这很奇怪啊。這種樣子，你專案報告你道個歉會怎樣？那個沒有衝突嘛。我也不懂他們那個腦筋那個邏輯到底是怎麼樣，真的很奇怪。所以你看，包括他們的立委、議員、黨公職也好，這種種種的發言都非常荒謬。我剛前面也講了，從他們的發言人說，又不是我逼你吃，引爆這整個民眾的怒火。然後呢，甚至出來說，民眾上街頭都是無知，如上考妣。然後呢，包括現在中研院陳建仁院長啊，你多喝水就排掉。我今天看到有專家學者已經出來駁斥這樣的說法了。哦，他們就是要一切淡化，把這些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因為只有讓我們號召民眾要上街頭的時候，他們才感到壓力，他們才會趕快說：“哦，我們來處理這個修法，找你們來談。如果我們沒有任何行動，不站上街頭，他就是要我們默默的吞下這些毒油。”是啊，喝水多當然是好了，但是喝水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啊。那如果就這樣的話，這醫院都可以解散，大家每天喝水就好了嘛。要知道。大的醫院現在住院的病人1/3都是癌症病人，我去查了，差不多1/3甚至更多是癌症病人，所以這個東西很大，最近很多年紀輕輕很多怪病就死了哦，所以大家不要以為現在公衛很好啊，這個醫藥衛生很好，其實很多病這個跟我們的飲食跟我們的環境其實都有很大的關係的。我們休息一下就回來。